大家好，我是新月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放在 PayPal 里面的钱怎么样多一些收益。PayPal 里面呢，它有个储蓄账户，现在呢是给了4.1的一个年利率。这个利率呢是活期的，所以说你随时可以取，而且它有 FDIC 保险，也就是有25万的额度是受到保险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PayPal 的储蓄账户值不值得开，有没有什么风险、优势和劣势？那如果想开的话呢，该怎么样开设？一些账户的基本信息，首先呢，它利率目前是4.1，这个是年利率，就是一年放在里面钱差不多是有4.1%的利息，而且是活期的。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呢是在4.25到4.5左右。那如果说美联储明年继续降息的话，这个利率会进一步下降。它没有最低的存款额度，最高呢是25万美元。其实它没有特别指明最高的额度是多少，但是 FDIC 最多也就一个账户保25万美元，所以说大家最好不要超过这个额度。它不收费用，计息的方式呢是每天算，这个还蛮合理的，因为你放在里面的余额每天可能会有变动，比如说今天10块，明天多了一笔钱2000块钱，那就按照你每天在里面的余额有多少来计算当天你产生多少利息。这边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，你的钱不是存在 PayPal 里面，它是存在 Synchrony Bank， 就是它的一个关联银行当中。因为 PayPal 它本身只是一个在线的金融平台，它不像银行，它不能给你存钱发利息，所以它要关联一个受监管的银行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钱就更加安全一些。我还特地帮大家查了一下 Synchrony 这家银行靠不靠谱。最主要的呢，它是有 FDIC 保险的。我还特地到 FDIC 保险的网站上面去查了一下这家银行，确实有这家银行，这是它的代码，然后银行网址也是对得上的。然后它的网点呢不多，只有4家吧。因为它是无实体分行那个模式，主要呢就是提供一些线上的服务，比如说像跟 PayPal 的合作，或者跟 Amazon 啊这些他们提供的一个金融服务，或者呢它还是跟那个像 CareCredit 这个平台提供一些像医疗方面的贷款。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银行历史，挺有意思的。它差不多就是80-90年前吧，是通用电气，就是极易的里面的一个金融部门。然后2014年的时候呢，从通用电气里面分出来了，而且它还 IPO 上市了。股票代码是 SYF， 其实走了还行啊，特别是最近金融股的话，普遍都还不错。发觉从极易这家公司里面分出来的公司好像都还行啊，像极易语义它最近分出来的，哇，你看走的也很好啊。这个是题外话。反正这家银行帮大家看了一下，规模不算特别大，但是呢还算靠谱，然后也有保险，所以还是可以的。回到 PayPal 储蓄账户这边，它的入金方式呢，你可以从你自己 PayPal 账户直接转过去，或者呢，如果你有借记卡或者是关联的银行账户，也可以直接往里面转钱。然后它的这个名字呢，就是 PayPal Saving， 所以说从 PayPal 这边进入还蛮方便的。提现方式呢，就是它只能从这个 PayPal Saving 啊，就是 PayPal 的储蓄账户转到 PayPal Balance 这边。钱先转到 PayPal Balance 之后呢，你再按照 PayPal 它自己的提现方式，不管是转到你的银行账户，还是自己的借记卡里面，或者说是关联账户都可以。很快的说一下它的优势，最主要呢就是方便。你 PayPal 里面如果是有一些余额的话，闲在那边也是闲在那边，不如就是额外拿一些利息，4%点多的利息，它也没有额外的费用，然后也有 FDIC 保险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利息收入吧。那缺点呢也是不少的，一个呢就是它的利率一般，虽然说是4.1%的话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你市场上的话想找比它更好的也是有的，所以呢就只能说是如果你正好在 PayPal 里面有钱可以放在那边，但是如果说你额外从其他银行再转过来就不是很值得了。还有呢，出入金也不是特别方便，因为你出入金都要通过 PayPal 的 Balance 入金和出金，特别是出金嘛，不能直接转到你的卡里面去。那它其实都是网上的一些业务，所以也没有支票，然后也没有什么 ATM 卡，然后也没有网点啊，全部都是网上的一些操作。还有是 PayPal 它自己的一个局限性，就是 PayPal 你提现的话会有个额度，它有每天的一个额度，也有每个月的一个额度。然后你提现呢，如果说你直接转到你自己的银行卡里面去，它是不收钱的。但是有些提现方式呢，它要收钱。
PayPal 提现的一个限额呢，是如果你是转到自己的银行里面去的话呢，它是每笔交易的限额是$25,000。如果你是转到卡里的话呢，每笔交易或者说每周每天的限额都是$5000，每个月的限额呢是$15,000。这里是关于 PayPal 的一个收费标准。那如果你是转到你相关联的银行账户或者卡里呢，它是不收钱的。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加急的话呢，就是立即就要转过去的话，它会收你个加急费，就是1.75%。那如果说你要 PayPal 寄张支票给你的话呢，它每张支票呢会收你$1.5的一个收费。它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收费细节，那具体呢可以到 PayPal 的网站，它的客户的费用这边去查看。还有一个 PayPal 账户时不时会被人骂的地方呢，就是如果你的账户上面有一些违规的地方，可能有的时候你都意识不到。那他如果一旦说被判别或者被举报违规的话呢，他会冻结你的账户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进行申诉，然后解冻等等一系列过程，那可能拖的时间会比较久，这个也是一个它的不太好的地方。说了它那么多缺点，但是如果你 PayPal 账户里面仍然有一些零钱，想要多些收益的话呢，开通也比较简单。然后你先直接到你的 PayPal 账户，然后登录之后呢，点击 Finance， 点击，然后出来这边有个 Currency， 就是你可以在 PayPal 里面买虚拟货币，这个我们不管。然后点旁边一个就是 Savings， 存钱。可以看到目前的收益呢是4.1%，下面有相关的银行和 FDIC 保险的信息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点击 Start Saving。接下来呢是一些基本的信息，比如说它没有收费，然后也没有最低的存款额度，然后一些相关的信息吧。如果你看了没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在这边同意它的协议，然后点击下一步。再接下来呢，会让你填一些你的基本信息，比如说名字、生日、地址，还有你的社会安全号。这个呢，是因为他要给你寄税表，因为你有利息收入嘛，所以年底的话会给你寄1099 interest 这个税表，所以要一些你的基本信息。然后你填完了之后呢，然后你说，你是住在美国的，不管是美国公民还是美国的外国人都可以。然后点击确认了之后呢，然后点击发送就可以了。好，今天就主要说了一下 PayPal 里面的零钱。那你想要额外收益的话呢，可以开通它的 Saving， 就是储蓄功能。开户挺简单的，不要放太多钱吧。你有多的话，你就移到你其他账户里面去，不管是做投资、存定期，还是买一些固定收益的国债都可以啊。但只是闲钱平时用的话，你可以放在这里面多些收益。那好，今天就这样子了，有问题给我留言。那祝大家一切顺利，拜拜。